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杨洋凭特战荣耀获品质影响力巨星，6年时间夺走了他什么？杨洋凭特战荣耀在2023年度品质盛典上获品质影响力巨星的称号，随之而来，对他6年间容貌的变化引发一波热搜。2017年的肖奈还有点婴儿肥、稚气未脱的感觉，2023年的燕破月则是帅气十足，多了点男人味。而杨洋带给我们的特战荣耀究竟是部什么样的电视剧？它被称为近10年来最好的军旅剧，从多项耀眼的数据中就可见一斑。它不但创造了腾讯单日播放量 1.07 亿的神话，在爱奇艺热度8218%，优酷热度9844%，云和视占率34.11%，抖音热播剧集断层第一 ，CVB 极均1.006，而且开播27天，它就直接进了腾讯拉新榜年榜。这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真实2个字，它让我们看到了军旅题材的未来。军队发展更贴近现实。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快速发展，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要与时俱进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也要加快脚步。作为一名现代化军人，不仅要有过人的身体素质和军事技能，更要具备充足的理论知识和素养。就像剧中郭笑笑说的，我们要做一名文武兼备的军人。剧中从247团的开始改编，到后来的猎豹突击队的重新组编，都是现代化军队改革的缩影。当看到曾经熟悉的士兵和部队将要改变的时候，自然是不舍得的。我们留恋曾经的队伍和人，一开始会不理解为何要如此残忍，更不理解作为猎豹中的尖刀，曾经在枪林弹雨中执行任务的第9小队，为何还要参加学院的培训？说是为了迎合观众的需求也好，为了满足我们对分别的心理满足也罢，原本编剧完全可以不将猎豹改编，但最后依旧这样做了，因为这就是现实。这是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缩影和代表，是每一位军人和每一个部队所要面对的更新换代，这才是最真实的。现实中的军人，正如燕破月、萧云杰、郭笑笑和白龙一样，在一次次的实战中历练，在一次次的血战中发现自己的不足，并强迫自己永远的去学习新的理论，去使用新的武器，去记忆蹩脚的英语口语。只有这样，才能永远立足于不败之地，成为永恒的猎豹。人物命运更贴近现实。前期笑得有多开心，后期就哭得有多伤心。燕破月的成熟成长经历是最血淋淋的，让人印象深刻。他的成长离不开战友们的帮助，也离不开秦风等人的锤炼，更离不开自我的感悟。大结局时，燕破月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成为强者，成为强者之后的意义所在，这无疑是令人欣慰的。这样的燕破月虽然看起来还是拽拽的，但正如萧云杰对裴踏燕说的，比你强。尤其是杨洋，简直演出了燕破月的精髓，那种牛气哄哄的态度和精神，让人点赞。燕破月作为主角，他身上有新时代军人的风采，代表着新猎豹的精神，注定是要带领更多优秀的强者去保家卫国的。战友的牺牲无疑是最令人伤痛欲绝的，哪怕是没有当过兵的我们，也与剧中的人物感同身受。吕小天的牺牲还曾一度上过热搜，编剧也被观众记了无数的刀片。有人说小天不该牺牲，有人说不要让小天的牺牲来唤醒燕破月，但实际上没有该不该，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该不该的道理。该发生的可能不会发生，不该发生的可能就发生了。吕小天的牺牲或许不该发生，但事实上就发生了，这无疑更贴近现实了。
在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一些军人，他们可能已经临近退伍，可能已经做了丈夫和父亲，但却在最美好的年华、最应该享福的年纪，突然就失去了生命。吕小天不仅仅代表着吕小天，他还代表了千千万万个不该牺牲的军人，代表了现实中千千万万份悲痛和不甘。还有猎豹在第一次执行任务中遭受了伏击，使得越空牺牲，曹奔重伤退役。观众看到此处直呼受不了，尤其是曹奔最后的一句"我再也不能上战场了"，更是让所有人破防。我们受不了战士的牺牲，受不了曹队和越空的意难平。我们由衷的希望他们还好好的待在猎豹突击队。但是没有牺牲的战争是不现实的。我只能说编剧还是仁慈的，现实或许更为残酷。剧中还有一个人物，让大家始终为他鸣不平，那就是白龙。白龙2次入伍，作为猎豹突击队中兵王的存在，可以说是一名优秀的军人。但是他最后却因为文化课不过关，不得不退出指挥官的选拔。白龙最后在车里抱着背包痛哭流涕的样子，全然不像战场上那个勇敢无畏的兵王。在这场指挥官的选拔赛中，兵王也沉寂了，甚至是牺牲了尊严。有人说，这样对待一位老兵是否太过残忍？但现实就是如此。一代代军人不断的出现、更替，然后沉寂。大老白是这千万位老兵中的一位。在新的作战体系中，我们需要白龙这样的士兵，但是更需要比白龙还要强大、还要完美的士兵。3. 人物关系更贴近现实。以往的军旅剧，为了更吸引观众，往往会带有情感戏，但却容易让人审美疲劳。谈情说爱的老套剧情，在军旅剧中容易使得观众厌烦，被不符合逻辑的剧情劝退。而特战荣耀中没有一点感情戏份，全力集中在特战和荣耀俩字上，可谓是纯纯的军旅剧了。反其道而行之，正中观众胃口，大家纷纷叫好。实际上，不论是军旅中，还是我们普通生活中，也很少有浪漫的爱情发生。我们所憧憬的那种爱情故事，大多数是在电视剧中看到的。而现实中是很难遇到的，更何况是在军旅中。为了避免这种偶像级的爱情突兀地穿插在军旅剧中，特战荣耀选择放弃轰轰烈烈的感情戏，专心搞事业。尽管还是有不少人看好燕破月和艾千雪的感情，但他们还只是战友关系，并没有感情发展的苗头。包括这部剧的前妻连长李翔和他的未婚妻的婚姻道路，也因为连长长期驻扎在军队而变得艰难。最终在现实之下，连长选择了转业，毕竟忠孝不能同时两全。不谈恋爱也能拍好一部电视剧，《特战荣耀》恰恰证明了这一点，它才是当之无愧的军旅剧。不可否认，追剧往往追求的是心理的愉悦，对于剧的内容以及背后所传达的意义，观众的要求并不是很严格。但正因为如此，这些年来各种奇葩剧的频繁出现，显然已经到了侮辱观众智商的地步。如今的观众不再那么好忽悠了。特战荣耀的大火，恰恰证明了它迎合了逐渐提高要求的市场需求。追求人物形象性的同时，也更要贴近大众现实，引起大众的思考。